圣经中真正的堕落天使到底有多可怕？他也曾和齐天大圣一样大闹天宫，但却并未和孙悟空一样加入取经队伍，而是彻底成魔。西方这位大圣如今依然扛着反抗神界的大旗。最可怕的是，看完他的信条会发现，你我或许都已经成了魔鬼的信徒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西方的圣经讲述了上帝创世的故事，这是基督教的核心典籍。不过在民间却流传着一个和圣经截然不同的故事。据说上帝在开创人类世界之前，已经想好要如何管理世界。他先是制造出一批天使，由这些天使去管理未来的世界。而这些天使他也不想管理，于是他又创造出大天使，由大天使去管理普通天使。这些大天使已经和上帝十分亲近，每天都能沐浴天颜。不过这些大天使也需要一位统领，于是他又创造出一位最高级别的天使，这名天使名叫路西法。这是所有天使中上帝最满意的作品。在以西结第28章15节中提到，路西法在被创造的那天起就是最完美的存在。上帝十分满意路西法，他神圣、强壮、英俊，且办事能力很强。只要把事情交代给路西法，他就能圆满完成一切。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完美，使得路西法变得傲慢自满起来。他甚至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不该有人压在他之上，这个世界只要有自己就能完美的运行下去。这种心理滋生后，就再也挥之不去。以赛亚书中提到，路西法想要升到天堂，在那里高举宝座，成为超越神的众星。不过路西法知道上帝有多强，因此他根本不敢去挑衅上帝的权威，依旧尽心尽力做自己的事情。毕竟自己已经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何必去冒这么大的危险呢？不过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，因为上帝在做完一切准备之后，开始按照他自己的样子去创造一种新的生灵，这种生灵就是人类。于是亚当诞生了，夏娃诞生了，两人在伊甸园中过起了堪比天堂的生活。不过上帝给他们的特权还不止如此，亚当被带到神殿中，成为世界的弥赛亚，也就是上帝之子。随后上帝通知了所有天使，以后要对亚当行跪拜礼，要一直尊他敬他，不许有任何忤逆想法。收到通知后，所有普通天使和弥迦勒这样的大天使都顺从地屈下膝盖，低下了头颅，表示对亚当的臣服。然而在所有天使中，有一位天使却迟迟不愿下跪，这位天使就是路西法。路西法认为自己天天跟随上帝，且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存在。臣服于强大的上帝还可以，为什么要臣服于这个一无是处的人类呢？他不明白自己每天忙碌于上帝的命令，已经没有自由和自我了，为什么连现在仅有的尊严也要被剥夺呢？于是他带着巨大的愤怒飞向天堂去质问上帝。他对上帝说，我已经侍奉您上千万年，地位仅次于您，还是火中之火的出身，拥有盖世力量，为何今天要我去跪拜一个凡人呢？但遗憾的是，上帝的权威不容置疑，路西法没有得到一个令他满意的答案，于是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战爆发了。生存还是毁灭？圣经中真正的堕落天使路西法为了反抗神权，到底干了什么？为何有人说他被打入地狱后，反而在当代完成了对世界的统治？在西方路西法大闹天宫的这个传说中，上帝对路西法的质问十分愤怒，一个天使竟然敢质疑全能神的权威，这就像人类操纵了 AI 机器人，他怎么可以拥有自己的思想？路西法也意识到自己的愚蠢，他惨笑一声后，毅然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，带领他的中央天使军团直上9重天，他要对那个高高在上的上帝宣战。此时的路西法带着满腔的不甘和怒火，他挺直脊背，将翅膀舒展开来，并昂起他高傲的头颅。这一刻，他的身影仿佛和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身影重合。上帝自然不会亲自下场和路西法较量，他派出天使长米迦勒和天使军团迎战路西法。昔日的战友如今却要刀剑相向，路西法也感慨万千。不过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他就会毅然走下去。于是路西法挥动长枪，向着天使军团杀了过去。路西法虽然是所有天使中最完美最强大的存在，但面对一众大天使的围剿，他也无法取胜。于是在坚持了3天3夜之后，路西法化身为巨龙，发出最后的一击。虽然这一击杀死了不少敌人，但他最终还是落败。此时路西法知道这个世间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下他了，他再强大也终究无法和神对抗。齐天大圣战败后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，路西法战败后同样也要面临惩罚。上帝创造出一个无边炼狱，将路西法和他手下的军团全部丢了进来，让他们永远承受炼狱之痛。在昏迷了9天9夜之后，路西法终于醒了过来，他看着身边的手下都变成了丑陋的恶魔，心中也是五味杂陈。不过路
西法并没有变化，依然保持着神圣的光辉，这让他在炼狱中依然是最闪亮的星。虽然被打入地狱，但路西法此时却非常开心，因为他终于收获了渴望已久的自由。他就是地狱中最至高的存在，只不过地狱毕竟还是小了一些，他还渴望冲破地狱的枷锁，回到人间和天堂。就在路西法无限感慨的时候，很快变数再次降临。魔鬼撒旦趁着天界大乱后的空虚时机，对上帝发动了复仇。他先是化身为蛇，蛊惑了亚当和夏娃，让上帝之子也堕落到凡间，从此开始被一切病痛所包围。而上帝之子的堕落也为恶魔们打开了通往人间的通道。路西法见到这一幕后，自然大喜过望，他率领恶魔军队大举出动。只不过他清楚自己一人不是上帝的对手，所以他开始选择和魔鬼撒旦合作，一起在人间积聚反抗力量，以求有朝一日能够反攻天庭，完成最后的复仇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，这个关于路西法的故事是一个传闻，在圣经中根本没有这个故事的存在，但却有人坚持认为，在路西法的努力下，人类已经成为恶魔最忠实的信徒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才是圣经中真正的堕落天使，反抗神权的天使路西法信众正在统治世界。或许你也早已是魔鬼最忠实的信徒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像是《西游记》中的大闹天宫、西行取经也是杜撰小说一样，路西法在圣经时代根本不存在。不过虽然故事不存在，却不代表他的精神和信仰不存在。比如路西法所代表的反抗精神，以及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强大意志。基督教作为世界3大宗教之一，据估计其信徒有24亿左右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应该有1/3的人信仰上帝，将上帝当作父亲和神明，将他的旨意和教条当作铁律。然而事实上，真正虔诚的信徒有多少呢？又有多少人打着上帝的旗号去剥削普通信众呢？众所周知，中世纪的欧洲是政教合一的，教皇甚至能越过皇权，他们利用普通信众的信仰敛财牟利。比如1517年，利奥十世派台彻去德国兜售赎罪券，大肆敛财。正是在这种压迫之下，无数人扛起了路西法反抗精神的大旗，最终将基督教的权力和皇权剥离。马丁路德高喊信仰得救，因信称义，贴出95条论纲，拉开了西方宗教改革的序幕。另外，魔鬼信仰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没有信仰。从前的信众们笃信虔诚的人上天堂，其余众人则要下地狱。然而如今的世界还有多少人真的虔诚呢？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，人们开始关注自身价值的实现，更愿意相信自己了。从这一角度来说，这些人也更像魔鬼的信徒。来到近代之后，魔鬼信徒的数量更是急剧增加，因为上帝信仰中禁止享乐，将欲望视为洪水猛兽，这才有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后被上帝惩罚的故事。而现代人则将享乐放在首位，认为人活一世，快乐至上，只有尽情享受快乐，才不枉来人间走一遭。这种观念再次和魔鬼的信仰吻合，因为魔鬼就是享乐一族，甚至动用各种手段去引诱人们去享乐。按照圣经的观点，魔鬼引诱人们去享乐，目的是让人迷失自己，最终掉进堕落的深渊。这些从前被视作魔鬼的信条，如今却成了人类找回自己的价值追求。可见，人类的精神世界也随着历史的洪流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。在循环往复的思想潮流中，批判继承以及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，永远是清醒处事的第一要点。那么，屏幕前的各位，你们认为自己是魔鬼信徒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